乌军一发海马斯，造成上百俄军团灭，普京证实28城被乌军占领。乌军最速旅进入库尔斯克，开始稳固防线。俄境内乌军超过2000人，美军又一核潜艇抵达中东。俄罗斯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由列宁格勒军区第44集团军组成的700余人的增援部队，在前往库尔斯克的前线途中，遭到了乌军海马斯火箭炮的猛烈轰击，造成了至少100余名的俄军士兵死亡，10几辆军车严重损毁。这并不是俄军遭遇海马斯打击最惨烈的一次。比如之前的乌军的海马斯还打击了一个位于别尔格罗德的俄军训练场，同样造成了上百名俄军伤亡。然而这次袭击的特殊点呢，是在于遭遇袭击的俄军车队是在俄罗斯境内的一条普通公路上遭到的打击。之后很多俄罗斯民众在路过的时候呢，都看到了正在冒烟的俄军车队，以及车厢里那密密麻麻的俄军。拍摄的视频呢，已经在互联网上满天飞了。这里为了视频健康性，大兵就不展示了。要知道，俄罗斯媒体对国内舆论的管控是极为严格的，很多俄罗斯人其实对俄乌战争的残酷并不算了解。然而当血淋淋的事实放在眼前时，他们同样感受到了俄军轰炸基辅时乌克兰民众的痛苦。除此之外，这件事情呢，又让俄军手机泄密的问题再次加重了。因为有消息称，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了一名48岁的俄罗斯男性，他涉嫌用手机拍摄俄军车队并上传到网上，最终导致俄军车队位置暴露，遭到火箭弹打击。之前俄罗斯曾考虑通过立法禁止俄军士兵使用手机，但遭到了俄军底层士兵和指挥官的强烈反对，因为俄罗斯国防部提供的通讯设备性能极差，完全无法满足前线的通讯和导航要求，最终该方案被取消了。此外，该事件也引发了关于军事指挥和战略决策的广泛讨论。一些俄罗斯军事博主指出，这次袭击可能是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突破区域后，俄军指挥层出现了混乱，导致大量部队集中，给了乌军一锅端的机会。另一个著名的俄罗斯军事频道甚至更加直白地痛骂，车队的指挥官应该被处决。无论是谁命令他们在无人机监控的区域成队列前进，也就是在海马斯射程内行进，这不仅是白痴，还应该根据战时法律受到惩罚。在俄罗斯舆论陷入哀嚎和相互指责的同时，乌克兰方面呢，并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虽然乌军在俄境内占领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其最远推进距离大概是只有30到40公里。这个距离完全足够让处于乌境内的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进行支援。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天有乌军在更远的俄境内作战，如今却撤了回来，就是害怕失去远程火力的掩护。而在面对自家后花园里逐渐扎根的乌军，俄罗斯方面呢，几乎是毫无办法。曾经的世界第3军事强国，在面对领土被侵略时，竟然只能拿征召兵预备队勉强抵抗。尽管俄罗斯法律规定没有足够的训练，即至少训练4个月，义务兵是不能参加战斗的。由于这些义务兵缺少装甲力量的支援，以及没有作战经验，在遭遇乌军装甲部队后，很快就会丢枪投降。在这样的速度下，短短1周时间里，乌军已经俘虏了超过1000名俄军。甚至由于俘虏人数太多，乌军缺乏能够将其运回乌克兰的卡车，只好通过少量乌军押送的方式，将这些俄罗斯俘虏送回乌克兰。面对如此艰难的情况，俄罗斯官方的态度则显得十分乐观。普京的老搭档、现任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军应该扩大行动，去攻占更多的乌克兰领土。这话听起来十分幽默，因为以俄军目前的情况，很难在短时间内夺回库尔斯克。如果乌军按照1周1000公里的速度继续一路畅通无阻地平推下去，过不了几天，库尔斯克就该发起全民公投，成为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据法新社消息，俄总统普京在12号在电视上发表全国讲话，并表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军队驱逐出俄罗斯领土。他还表示，基辅在利用越境入侵来改善其谈判地位。而之后，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向俄总统普京汇报称，库尔斯克州有28个定居点，共计约2000人被乌军控制。目前，库尔斯克州已从边境地区累计疏散12.1万人。但根据第三方智库的说法，乌克兰目前应该是已经控制了超过44个定居点，另外10个定居点处于争夺状态。同时，库尔斯克境内最重要的城市苏贾也已落入乌军手中。有视频证据显示，4名乌军士兵在苏贾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门前升起了乌克兰国旗，这代表着该城市的能源系统已被乌军掌控。之所以说苏贾是最重要的城市，主要是因为苏贾是目前俄罗斯天然气运往欧洲的必经之路，而欧洲45%的天然气都是由俄罗斯供应的，而俄罗斯可以从这笔交易中获得上百亿美元的军费。大宗商品定价机构阿克斯液化天然气定价主管塞缪尔·古德表示，由于外界对俄罗斯能源可靠性的担忧，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创造了7个月来最高点。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俄乌双方将围绕苏贾地区爆发更为激烈的冲突。同时，福布斯新闻指出，乌克兰目前机动性最强、装备最精良的第80空中突击旅也在俄境内作战。之前有一段视频显示，乌军的一辆 T-64BV 或者 T-80BV 坦克、斯特赖克装甲车、IMR-2 工程车以及坐着大量步兵的 BTR-80正在进入库尔斯克地区。现在已经证实，该部队是属于乌第80 VDV 旅。而另一段视频显示，该旅配备了德国制造的黄鼠狼步战车。第80空降突击旅的参与，凸显了乌克兰在北部边境以北的军事行动的规模。自俄罗斯扩大对乌克兰的战争以来的29个月里，亲乌克兰的战士多次跨越边境进入俄南部发起袭击。但这些袭击呢，规模小，范围有限，而且从未超过几天。更多时候，他们的目的是让俄罗斯政府感到尴尬。但这次军事行动不同，至少有3个旅参与其中，包括第22和第80机械化旅以及第80空降突击旅，每个旅多达2000名士兵。而炮兵、无人机和防空部队在这次行动中也起到了关键的支援作用。虽然在兵力上乌军可能处于劣势，但在装备和兵员素质上，乌军可以说是对俄军形成了碾压态势。不仅如此，俄罗斯军事记者亚历山大·哈尔琴科观察到，乌克兰部队如今已经开始挖掘战壕了，这代表着未来库尔斯克战线可能会长期存在。哈尔琴科补充说，一旦敌人开始使用铁锹，2天内就要像在阿夫迪夫卡一样攻占这些森林地带，将变得非常困难。俄罗斯军队当年花了6个月的时间，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代价，才突破了阿夫迪夫卡。现在俄罗斯可能要付出同样的代价。然而，这位俄罗斯记者似乎是忽略了，俄罗斯军队之所以能在阿夫迪夫卡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当时乌克兰军队面临着严重的弹药短缺的问题。但今日不同往日，如今的乌军弹药充足，而俄罗斯如果想要夺回库尔斯克，将不得不一个战壕一个战壕的逐一夺取，其付出的代价将远超阿夫迪夫卡的伤亡。当然，俄罗斯并非毫无机会，现在的库尔斯克战役不过才开启了1周，乌军的攻势还并未稳固。如果俄军能在此时发起一次强有力的反击，可能会改变现有的战况。不过从目前俄罗斯军队的组织能力上来看，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渺茫。因为现在的库尔斯克已经成为乌军围点打援的目标，任何试图支援该地的俄罗斯车队都会遭到海马斯、迫击炮、无人机的袭击。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库尔斯克突出部可能成为另一个主要前线。乌克兰方面可能已经在库尔斯克和相邻的苏梅州部署了超过1万名士兵。而根据乌克兰国防战略中心的说法，俄罗斯北方部队集团正在尝试向前线调动10到11个营，大约4000名士兵。从理论上讲呢，北方部队集团管理着约4.8万名士兵，但其中大多数人呢都是在哈尔科夫方向，这也是俄军的主要目标之一。现在俄罗斯面临艰难的选项，如果继续攻击沃夫昌斯克，那么库尔斯克的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俄军的支援注定是无法短期抵达的，而曾经高贵的科克勃如今也不得不去填线了。
8月12号，普京在俄乌边境地区向俄罗斯国防部、联邦安全局和国民禁卫军下达了重复的任务，这足以表现出普京的焦虑。他对俄联邦安全局下达的命令是确保国家边境的安全可靠，同时必须打击乌克兰破坏和侦察小组以及自己的战斗任务。要知道，在库尔斯克的乌军可不是什么侦察小组，而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俄联邦安全局去抓几个恐怖分子还行，但你要让他们去拿着手枪硬刚装甲车，大兵感觉够呛。同时，普京指出要在库尔斯克组建一个反恐总部，来指挥当前对乌的作战任务。俄罗斯陆军参谋长叶夫根尼·尼基弗罗夫上将已经抵达库尔斯克州，并与所有安全部队进行协调，但目前尚不清楚普京是否会任命他成为库尔斯克州俄军总指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8月12号，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地区取得了微小的进展。有视频显示，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市中心附近取得了些许推进。某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乌克兰军队在赫里伯克附近以及沃夫昌斯克西部没有发动进攻，但在这些地区对俄军进行了大量无人机打击。与此同时，俄军的第4志愿突击旅正在沃夫昌斯克地区持续作战。此外，俄军在卢甘斯克州方向也有所推进。8月12号，俄军占领了贝雷斯托夫南部的多个防护林，并在诺沃谢列夫斯克南部取得了进展。尽管如此，该地区的乌军的有生力量并没有遭到损伤，双方保持僵持阶段。在顿涅茨克州方向，乌克兰军队最近在西维尔斯克东南方向重新夺回了阵地，而在恰西夫亚尔、托列斯克，俄军占领了几个定居点。在该方向作战的一支乌克兰旅的发言人在8月12号表示，从8月6号乌克兰开始入侵库尔斯克州以来，乌克兰前线部队并未观察到俄军在该方向的活动有所减少。发言人还指出，尽管俄军没有从该方向撤出任何重要力量，但俄军似乎减少了该地区无人机和装甲车辆的使用。德国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德国武器。根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阿恩·克拉茨的说法，一旦这些武器被转移到乌克兰，他们就成为了乌克兰的财产，可以按照基辅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克拉茨强调，国际法允许在侵略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军事行动，并且没有特殊条件限制使用德国提供的武器。德国不质疑乌军在俄罗斯领土上行动的合法性。乌克兰国防军是装备了大量不同的德国制造的装备和武器，包括豹2和豹1坦克以及黄鼠狼步战车。同时，德国政府还积极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步兵武器装备。7月份，德国政府考虑购买挪威的 NOMADS 防空系统，以满足乌克兰国防军的需求。8月12号，美国海军公开宣布，其4艘俄亥俄级导弹潜艇之一的乔治亚号已经驶向了中东。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也加快了林肯号航母驶向该地区的速度，并计划在那里部署2个航母打击群。美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正准备在未来几天里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击。此前，国防部已经表示，亚伯拉罕·林肯号是从太平洋调往中东，以替换罗斯福号。但现在五角大楼表示，林肯号将为该地区提供额外的军事能力，而罗斯福号仍将留在中东。俄亥俄级核潜艇可以携带多达154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通常只会携带约100枚。此外，作为一艘核潜艇，它还可以在隐蔽情况下部署数十名特种部队人员和其他高度专业化的设备，包括各种无人平台，同时作为秘密的水下情报融合节点和指挥中心。除了这些战略级武器，至少3艘阿里伯克驱逐舰也正在前往中东地区，预计他们将和2栖攻击舰黄蜂号组成2栖攻击部队。黄蜂号2栖攻击舰作为美国海军黄蜂级2栖攻击舰的首舰，从1989年服役以来便成为美国海军2栖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舰以直升机和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为主要作战武器，设计基础源自更早期的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但在性能和搭载能力上实现了显著提升。
黄蜂号满载排水量约为40532吨，拥有长达257.3米的舰身和宽达42.7米的舰宽，吃水深度达到8.1米。其动力系统采用先进的燃气涡轮技术，使得该舰能够以22节的速度航行。在航空配置方面，黄蜂号拥有多种配置，其一般配置为6架 F-35B、4架 AH-1W 超级眼镜蛇、12架海骑士或者4架鱼鹰，其他辅助直升机。这些舰载机为黄蜂号提供了强大的空中支援和作战能力。此外，该舰还装备有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拉姆滚体导弹以及北约海麻雀导弹发射装置等自卫武器，以应对来自海空的各种威胁。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